做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纵然百孔千疮，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星光长什么模样？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多滚烫，燃烧着理想，棱角与锋芒。别去想那些失望，梦想都终将绽放，终将绽放。我听说了，这个杜飞啊，他不信任我们，就不愿他。不知道听谁说的，说是律师啊，就是公检法的卧底。如果他不信任我，我没办法为他辩护。你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能得到他的信任。哎，你了解我。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讨好别人。取得别人的信任和讨好别人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从来就不信任讨好我的人，但是你从来就没讨好我。可是我相信你。我的意思是说，与其去争取一个不相信自己人的信任，不如直接服务一个你相信的人。我知道。你不差杜飞这个客户，但是杜飞他需要你。我一直支持你的做法，只和相信自己的人合作，代理相信自己的客户。但是，杜飞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他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赢得他的信任。就因为他代购的药救了很多人，还因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值得他信任，这个世界值得他信任，我们可以无条件的为他辩护。来，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俩开始是同学，后来做了同事。我们俩亦敌亦友，但是呢，只要我们俩意见相同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在附和他，而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我们俩意见不同的时候，所有人就都不相信我，而且说罗宾他不是这样的人。哎，我为此非常的愤怒和不解，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是因为他比我长得帅吗？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确实不够了解你。嘉豪还在美国啊？在。那他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吗？陶爷这个人啊，就怕他宝贝儿子知道，所以嘱咐我，不要跟任何人讲。
你知道，咱们这个圈子啊就这么大，这个家豪要认识这么多叔叔阿姨，万一谁说漏了嘴，说不定就传出去了。我认为你还是应该让他知道。他还有多长时间毕业？还有1年吧。陶越啊，是个特别怕给人添麻烦的人，包括他的儿子。他大概是这么考虑的吧，怕影响儿子的学业，所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喝了，保密啊！身体最重要，因为健康最贵。没错，所以这酒啊，你以后还是别喝了，多保重。你知道哈，陶越吃的药如果是正品的话，1瓶多少钱？11万。你行啊。对，11万，11万，每个月11万，每个月这就是续命的药。我知道。杜飞啊，他代购的这个药是孟加拉产的，是仿制品，11000块钱1瓶。是正价的1/10，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哪里错了。他是一个救命的人，怎么就犯罪了呢？他完全没有法律知识，他和你我比起来，他就是个法盲。行了，老大，你别说了。我会替他辩护，努力替他做无罪辩护。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说得好，上车。嘿，说得好。Hello， 你的餐好了，您的号牌，请稍等。好，谢谢。哎，上来，你进来。你要什么？哪个面包也有。欢迎。9号顾客，你的餐好了。来2个沃斯水加蓝莓、樱桃、青柠、薄荷，再拿个燃力面包。杜飞太太来了，在你办公室。他看到那篇报信者杜飞了？当然，微博已经转发好几千了，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声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黛西来了吗？他来了，我马上让他去找你。他怎么又没来？他加班到今天早上。杜太太，报薪者那篇文章你们发的，怎么了？怎么了？杜飞现在在取保候审阶段，法院还没判呢。
人家反复的在叮嘱我们不可以公开发声。这样，你们就说这不是你们发的，您就说你不知道就可以。我不能说我不知道，他们抓了我丈夫，他们又抓了杜飞。今天来了几个便衣，正好孩子在家呢，他们就跟杜飞说带杜飞走一趟，还说因为孩子在家，就不给杜飞戴手铐。这是什么呀？委托我为你丈夫代理的协议。我为什么要委托你？刻不容缓，请你相信我，恳请你相信我一次。罗老师，您找我？马上联系到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问问有多少人愿意为杜飞求情作证。好，是谁写的？那个报信者杜飞。何赛老师让我写的。你写的？啊？为什么要写？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哪儿听说的这些啊？谁让你发的？杜太太，这个事情我们回头跟你解释。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你先生的问题。马上删除那篇微博。删除。何塞今天有点不正常，你最好躲着他一点。最好躲着我一点。你怎么了？你要删了？罗宾让你删的吧？罗宾太高了，删了。我们就没什么把柄了，而且肯定会有截屏，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更加关注这件事儿。大家会说，为什么删了呀？姐，你找我？衣服不错，谢谢，唯品会打折买的，肯定比你商场买的便宜。你下午跟我去拜访几个客户。哦，不行，我要立案。什么案？就是那个限期告前妻。就是那个蓉蓉告罗琦。嗯，哎，你知不知道罗琦是罗宾的姐姐呢？现在知道了。那还要告吗？不是我告，是我的当事人要告，我是律师。我亲爱的妹妹。那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做他的律师，接他的案子呢？那我已经接了呀。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为什么每次我不听你的话，你总是觉得我故意跟你对着干呢？那你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呢？那你也不是每次都听我的呀。你不听我的时候，我也不会生气，也不会觉得你跟我对着干呀。翅膀真是长硬了。出去。嗯。你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我道歉的？我是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呀？我不应该未经你同意就把你踢出合作。那你现在要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呢？你马上去给杜飞办理取保候审。他不是办了取保候审了吗？对，但是因为前2次传唤他没去，所以他就被批捕了。他为什么不去啊？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那我们2个是拍档，为什么我一个人去啊？这点小事儿，我就不用去了吧？对，这么点小事我自己去就可以了。那你干什么啊？在我去给当事人办取保候审的时候，我想去找一趟你父亲。你找他干嘛？我打算说服检察院，召开一次听证会，邀请著名的法律专家、法学教授群策群力。
召开听证会，其实意味着检察机关主动把司法行为放在阳光下晒。在办理公诉案件过程中，召开听证会是践行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而且是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办案过程中，不存在哪个部门办错了案，这只是一种理念的碰撞和对法条理解的不同。听证会可以让参加者通过程序公正坚信实体公正，让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口服心服。公开听证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提高司法决策的透明度。您好，您好，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我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杜飞先生您认识吧？认识。他是不是曾经分文未取，给您购买过药品？有这么事儿？他人特好。我们这儿有个请愿书，杜飞先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您能帮我签个字吗？听证会一般首先都是公开的介绍案情，然后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司法局的代表，会就案件进行提问。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所以杜飞才不想去，他怕逼着他当场认罪。听证会不是审判，但是也会有意见相左的双方互相辩论。那我不去行吗？我怕去了会控制不住情绪动手。别紧张。我要去趟厕所。你先去跟大家打个招呼。玉子，哎，你好，你好，你好！哟，哎呦，何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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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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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哎，好，你坐，哎，你们坐啊！好，我们坐，我们坐。哎呀，你们这个案子啊，影响很大呀，一定要把它办好啊！我明白了，何老师，还请您多多指导。哎，客气。坐，你们坐。您先坐，您先坐。哎。杜飞，你不要紧张，你就记住一件事儿，态度平和，绝对平和。不管谁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你就放松，保持微笑就好，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尤其是对负责办理案子的人。我不想进去，我不去可不可以？
你不去可以，但是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今天听证会不仅邀请了很多专家，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括具体负责办理案子的人。你想让我当众承认违法？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我就是觉得，如果我承认违法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我了？我听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你不要听东听西的，你应该相信我。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征得他们的谅解，让他们知道你这么做的动机绝对不是从中牟利，而是一种善举。你对司法机关对你的指控都是认可的，但你希望政法机关他们能够谅解你，能够对你从轻处理。他们会认定我有罪吗？我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相信我，我会努力，会尽全力为你做无罪辩护。你以前答应过我的，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要有抵触情绪，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好，好吗？微笑。何赛，你怎么了？哦，没事儿。可能是吃坏东西了。你们先进去吧，我一会儿进去。你确定没事儿？嗯，没事儿。我们走吧。哎，罗琦姐，黛西啊，罗宾老师他不在啊？没关系，我不找他，我找兰兰。找兰兰？对，蓝红的妹妹，她告我了。他告您？从法律的规定上看呢，杜飞啊，确实构成犯罪，法不容情。你们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口子一开，意味着什么呀？那就意味着国家药品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且那些守规矩、守法的制药企业，他们的药品专利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啊，药品专利保护期为20年，那么在这个20年里，新药就是独家垄断商品，即便是有些药厂获得了此药的配方，也不能生产和上市此款药，销售和代理的单一性，导致药品价格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个电话。你是想接案子想疯了吧？是不是没官司打呀？平时？我只是一个律师，我并不想打官司。如果您可以把财产退回来的话，我可以建议我的当事人撤诉。我劝你的当事人赶紧撤诉吧。如果搞不定的话，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如果到时候再不巧打个离婚官司，那就活成笑话。我不介意多打一个离婚的官司，我也不介意多接一个离婚的案件。其实，我的当事人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这样劝过他了。哎呀，兰兰，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大好。咱俩是一个律所的吧？
根据利益冲突的原则，我既然代理了原告方，你就不能代理被告方。我没有代理，我只不过是作为罗琦姐姐的朋友，我这么说而已。作为朋友，你应该给你的罗琦姐姐尽到普法的义务。可是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丈夫给自己的前妻买房，这是违法的。这个案件已经很明显了，季玉给罗琦买房的购房款是季玉和我的当事人蓉蓉小姐他们夫妻共有财产，但是季玉并没有通过蓉蓉女士的同意赠与了罗琦女士购房款，侵犯了其合法妻子蓉蓉女士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生父生母对孩子理应承担所有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以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可是法律并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前夫有给前妻买房的义务。那如果季玉先生认为这笔费用是孩子的抚养费呢？这是购房费，这不是抚养费。我也提醒你，这笔费用的性质它就是抚养费，只不过罗琦女士是拿这笔钱去购了房产而已，这也是为了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啊，完全合法。一个父亲给孩子抚养费，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他老婆觉得有问题，应该问他老公啊。问得着我吗？可是你拿这笔钱去买房了，这就是购房费、抚养费。何嘉一老师是我们的前辈，我非常尊重何老师。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观点上，我跟何老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杜飞的行为类似于紧急避险。他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品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违反了我国药品的管理法规。不得已违反了法律，不是违法吗？当然是违法。罗律师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刚才说杜飞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代购了假冒的仿制药。如果说杜飞的这种行为不违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所有以活着为目的的行为都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呢？二，我们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是不是就是一纸空文呢？是这样，何老师，杜飞的行为呢，确实是损害了药企的利益，但是他却保证了更大的公民的权利——生命健康权，以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保护了更大的利益。不，我不认为他保护了更大的利益。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杜飞为了挽救那些吃不起昂贵的抗癌药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而铤而走险。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抗癌药动辄要几万块钱一盒？新药的研制、实验都需要资金。一个国外的创新药从研制到上市，据我掌握的资料，它的直接研究支出至少也要7亿美元。如果再算上那些失败的药物，一个药物上市，那么至少也要25亿美元，而且它只有10年的销售期。这只是研发费用，还不算后期的销售费用、制造摊销，所以它注定不能薄利多销。我非常同意这位专家的意思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尊重、不维护药品专利，放纵那些便宜的仿制药，那么还有哪些药厂会投巨资去研发新药呢？如果没有人研发新药，从长远的角度上看，那么我们面临的损失不更大吗？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更大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司法的原则和宗旨就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在公民的人身权益中，最大的权利是生命权。所以，如果认定杜飞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将背离刑事司法的价值观。请在座的各位能够再次认真考虑一下。
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你转交给罗宾吗？谢谢，我想自己给他。那我先下班了，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了。谢谢，不客气。丽娜，谢谢你，我知道你帮了忙。应该的。两个失望的人，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失望。失望，你懂吗？你是不愿和我一起，我不愿意跟任何人一起。可是我们过去是搭档。很久以前，那是很久以前，非常久。我时常怀念过去，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得，过去都是假的。百年孤独，我喜欢这本书。我是因为这句话喜欢这本书。落叶划过
你的泪眼，好久没有你的消息，是否努力把我忘记？时间过太快，我只想让你明白那些刻骨铭心都。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世界里存在吗？老罗，我换所了，是家外企所，在上海。明天一早的机票，没时间跟你道别了。日后你或你的朋友在上海有什么业务方面的需求，记得找我啊，保持联络。另外，我在全景签的客户，拜托你照顾，谢了。都没有你的消息，是否努力把我忘记？时间过太快，我只想让你明白，那些刻骨铭心都还在。你过得还好吗？偶尔会想我吗？想没想过重逢的一刹，会把我紧紧抱住吗？你过得还好吗？还会有一些期待吗？我还在你的世界里存在吗？我还会在你的世界里存在吗？谢谢鼓励，继续努力。喂，老大。